在这个世界上，有些人生来运气就好，一出生就在富贵之家、权力之地；有些人运气很一般，生在普普通通的家庭，拥有普普通通的父母；有些人运气非常差，生在了非常差的家庭，不仅仅穷困潦倒，父母兄弟还极为自私自利，不讲道理。但是一个运气好的人，运气不一定会一直好，就算家财万贯，也有可能面临失败，一夜归零。一个运气差的人，运气也不会一直差，就算自己一无所有，也许会遇到生命中的贵人，就能改变一生的命运。彩虹总在风雨后，困境只是一时的，只要相信运气会变好，就总有运气变好的那一天。同行人，我想告诉你，人生只有一种成功，就是按照自己的节拍过完一生。无论你正在经受什么样的磨难，千万不要放弃，因为一个人经历的磨难，就是将来的福报和成就。只要你能熬过去，就有浴火重生的那一天。别人欠你的，上天都会加倍返还你；现在欠你的，将来都会连本带利的补偿给你。有些事你做不成，其实是上天在保护你，上天就是想多给你点苦头尝尝，这样才能历练你。千万不要去羡慕别人，少年得志未必能精彩到老。很多人靠运气成功，结果又靠实力失败。出来混总有一天是要还的，大器晚成，厚积薄发的人往往更靠谱。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生长规律，成功并不是来得越早越好，而是在恰当的时机发生最好。在潜龙勿用的阶段，就应该埋头苦干，该你养精蓄锐时，也别着急出人头地。一旦轮到你出头了，没人能压得住你。所以请放轻松，你并没有落后，也没有失败，你只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前行。人生最重要的不是超越别人，而是在自己的节奏里稳步努力。保持良好的心态，你想要的结果自然就会在你的心态中体现。一个有成就的人，必定是一个看透自己人生节点的人。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朵花，只是花期不一样，绽放的时间点不一样。绽放的花是可见的部分，深埋在地下的根是不可见的部分。无形决定有形，看不见的决定看得见的。当根扎得足够深，吸收的养分足够多，花儿就会绽放。有的在春天开，有的开在夏天或秋天，还有的在寒冬盛开，比如梅花。人生也是这样，所谓的成功，就是能量积聚到一定程度的结果。也许有很多人少年得志，但是能精彩到老的又有几人？总之，人生踩准自己的节奏才是王道。就像这万事万物，各有各的生长规律，都要经过生、长、收、藏4个过程。春种、夏藏、秋收、冬藏，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特点。人要是参透了事物发展的逻辑，就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出手，这就是自己的节点。想想
人间的很多传奇都很有意思。黄忠60岁跟刘备混，德川家康70岁打天下，姜子牙80岁为丞相，佘太君100岁挂帅，孙悟空500岁西天取经，白素贞1000岁才下山谈恋爱。年轻人，你说你急个啥？但是又一想，比尔盖茨39岁成世界首富，孙中山28岁创办兴中会，孙权19岁占据江东，康熙6岁登基，贝多芬4岁作曲，葫芦娃刚出生就打妖怪。你说老子急不急？成就跟年龄有关系吗？看看亚历山大、凯撒、拿破仑这3大传奇人物的对比。亚历山大21岁就出征，一生从未打过败仗，用了10年左右建立了规模空前的横跨亚欧非的庞大帝国。然而开挂的生命33岁就结束了。凯撒40几岁才开始出征，50几岁建立万世功勋。拿破仑30岁就成为法国的领导人，35岁成为欧洲大陆之皇，政治生命在46岁就结束了，52岁结束了自己的一生，好像也没有必然关系。小时候在农村长大，有一件事印象很深刻，农民种地一定要踩准节点，这个节点往往是和24节气一致的。比如秋分种麦正当时，意思是在秋分的时候种小麦，最有利于它的生长。也就是说，播种并不是越早越好，越快越好，而是时机越恰当越好。这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，很多事情并不是来得越早越好，完成得越快越好，而是在最恰当的时机发生最好。人生不是赶鸭子上架，时时刻刻都要和别人做对比，一直都要超在别人前面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发展时区，弄懂自己的人生节点，要比追赶别人的节点重要得多。轮到你低调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张扬，这也叫潜龙勿用。轮到你出头的时候，千万不要犹豫，该出手时就出手。人40而立，50而知天命。什么叫知天命？就是知道自己的使命，并且感知自己的人生发展的节拍。然而现代社会节奏发展非常快，人们都普遍早熟，所以很多人不到50就知天命了。而人的天命知道的越早越好。以前张爱玲说成功要趁早，这句话绝对是一个误导。首先，一个人过早成名，自带光环，就会生活在外界的恭维里，往往会消磨自己刻苦上进的意志，从而限制了自己的发展。其次，一个人在没有足够的修为之前就出名了，很容易年少轻狂，不把别人放在眼里，从而吃亏栽倒，而且栽倒之后很难再爬起来。这个世界看似不公平，有人得势一冲上天，有人勤奋刻苦却被埋没得无影无踪。比如2004年以来，一线城市房价大概上涨了10几倍，于是在一线城市买房的，无论你的能力多么平庸，
最起码都是千万富翁。再换一个角度看社会，2004年以来，无数制造业企业的日子越来越艰难，很多企业家从当时的亿万身家，到今天的负债累累。但是如果我们把时间拉长一点，就会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公平。凡是之前靠不见光手段牟利的人，这些年基本都散得差不多了。凡是之前依赖资源和背景发财的人，这2年基本都越混越差。凡是一夜暴富过的人，都一直在寻找一夜暴富的办法，结果再也没找到。凡是靠房子发财的人，基本上都没有形成其他赚钱的本领。凡是靠投机发财的人，其他方面往往都不尽人意，比如家庭和健康方面。与之形成对比的是，那些脚踏实地的人，尽管前些年一直默默无闻，现在开始逐渐崭露头角。那些从未一夜暴富的人，往往都有自己固定的赚钱能力，步步为营。那些一直靠自己的人，路越走越宽，被接纳的地方越来越多。那些有清晰定位和一技之长的人，幸福感更强，生活淡定安稳。坚持不炒房、不炒股、不投机的人，看似人生波澜不惊，但往往家庭和睦，家人安康，生活饱满。这个世界看似不公平，然而冥冥之中又有一股公平的力量在操控着社会的运行。一语道破天机，人生起起伏伏，千变万化，再好的机遇，再厉害的技巧，都只是人算。人有千算，天则一算。人的千算抵不过天的一算，那么天在算什么？一句话，一个人最终所创造的价值，决定了他人生的终点。很多人的终点都是一样的，只不过有人坐的是过山车，大起大落；有的人坚持脚踏实地前行；有的人先扬后抑；有的人先抑后扬；有的人一步一个台阶。人生真的不必那么焦虑，脚踏实地做好自己，前面少的后面自然会补上，这里少的那里自然也会补上。人生是会均值回归的，无论你经历了多高的巅峰，最后总会回归最真实的自己。很多人看上去拥有了很多财富，但这些财富只不过是一场黄粱美梦。一旦到了价值重塑期，一切都会均值回归。人生的发展往往分为2种方式，第一种方式叫步步为营，一步一步往前走，这需要我们按耐得住性子，不被外界浮躁的环境所影响。第二种方式，进3步退2步，即每前进3步就要退2步，其实还是一步一步往前走，但是耗了更多能量和精力。大部分人的前进其实都在用这种方式，因为大家普遍焦虑浮躁，总怕落后了。然而这种方式虽然消耗了3倍的能量和精力，实际进步效率却并没有提升。其实很多企业和国家的进步也是在按照这种方式进行，宁可错行也不愿意慢行。这导致我们的精力都消耗在了不断的返工和无用功上，
看似付出了很多努力，表面上看书走了3步，其实有2步是倒退的。人生只有一种成功，就是按照自己的节拍过完一生。纽约时间比加州时间早3个小时，但加州时间并没有变慢。有人25岁就当上 CEO， 却在50岁去世；也有人到50岁才当上 CEO， 却活到90岁。奥巴马55岁就退休，川普70岁才当总统，朴槿惠60岁当选总统，66岁被判刑24年。世上每个人本来就有自己的发展时区，有些人看似走在你前面，也有人看似走在你后面，但其实每个人在自己的时区，不用嫉妒或嘲笑他们。生命就是等待正确的行动时机。不是所有的鱼都会生活在同一片海里。人生之路千变万化，听从内心的呼唤，按照自己的节奏，好好在这条路上一步一脚印地往前行，才能有条不紊地过好这一生。在自己的世界里安之若素，不断前行。即便我们仍旧平凡，但我们的人生绝不平庸。做自己喜欢的事中寻找乐趣，做最好的自己。自我欣赏鼓励，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，全靠自己救自己。是的，每个人应该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不必与别人相比较，只要自己开心就好，想怎么过都可以，只要对自己身体有益，不违反伦理道德，什么事情都可以的。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人生，更没有一个成功的标准模板。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，不同的人适应不同的活法。想要活得不负此生，必定要遵循自己内心的想法，活在自己的节奏中。是不是过得好，能不能活得幸福，关键在于自己的选择和心态。人生只有一次，该怎么过就怎么过，应听从自己的内心，不必因为别人的看法而耿耿于怀，不必在别人的世界里寻找自己的模样。不要因为努力变成别人喜欢的样子，到头来连自己都忘了真实的自己。人生最重要的不是超越别人，而是在自己的节奏里稳步努力。因为你只要在命运为你安排的时区里，按照自己的节奏奋斗，所有的美好都会如约而至。每个人的时区不同，与其在盲目的攀比中迷失自己，不如在自己的节奏中把握人生。只要不吝惜平时一点一滴的努力，我们终将抵达成功的彼岸。所以，同行人，放轻松一点，你没有落后，你没有领先，在命运为你安排的独特时区里，一切都准时。今天的话，如果你听懂了，心有所获，请点个赞，给我们回应，随喜转发，功德无量。